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韩国记忆体双雄 SK 海力士与三星近期接连披露大规模长期投资规划，叠加 Meta 计划将闲置算力对外租售的消息，全球晶片板块应声走弱，市场对算力与记忆体晶片可能陷入供过于求的忧虑骤然升温。然而，野村证券最新研报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该机构策略师指出，所谓算力过剩的恐慌实属反应过度，记忆体行业远未触及景气拐点。针对韩国厂商合计约 4.8 兆韩元约合 3.5 兆美元的庞大投资计划，其中近80%流向记忆体相关专案，野村认为，半导体工厂从破土动工到真正释放产能，周期之长远超市场直觉。以 SK 海力士的龙仁半导体集群为例，该专案启动于9年前，迄今仍未完全投产，预计到2027年底才能启动小批量生产。换言之，今天宣布的投资，在数年内几乎不会对现货供应构成任何实质冲击。恰恰相反，野村强调，当前市场真正的矛盾是结构性短缺，由于头部厂商将产能向利润丰厚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倾斜，普通 DRAM 和 NAND 的供给反而持续吃紧。AI 带来的需求洪流远未消退，而非供应泛滥。至于 Meta 拟将多余算力对外出租，野村认为这并非需求转弱的讯号，而是大型科技平台盘活资本开支、提升回报率的惯常操作。此举甚至可能拉低 AI 算力使用成本，反过来刺激下游应用爆发，从而催生更多硬件采购需求。综上，野村证券维持积极判断 AI 驱动的记忆体需求增长尚未触顶，近期的供应过剩叙事情有可原，却显然夸大其词。晶片股的短期情绪波动终将被盈利扩张和自由现金流改善所消化。此外，受人工智慧伺服器需求激增的间接拉动，智慧型手机核心记忆体元器件正经历一轮价格跳涨。据最新大宗交易数据 ，32G 容量 LPDDR5 DRAM 晶片在2026年4月至6月期间的合约均价已升至约59美元，较上一季度暴涨40%。这一涨幅远超市场预期，直接冲击着中高阶手机的成本结构。涨价的核心驱动力来自辉达新一代 AI 伺服器的记忆体方案。该巨头为其伺服器专门设计的记忆体模块 SOCM 正是采用了 LPDDR5， 这种低功耗记忆体原本是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专属配置。与用于 GPU 加速训练的 HBM 不同， SOCM 模块紧邻 CPU 部署，专攻 AI 推理处理和系统级海量数据吞吐，而其可插拔设计更便于运维升级，恰好契合资料中心对低功耗与高频宽的双重苛求。目前 SOCM 模块的 LPDDR5 晶片由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3家 DRAM 巨头垄断供应。美光科技日本法人透露，其产品因率先满足辉达专有规格而获正式采用，市场预期 LPDDR5 后续涨价弹性将显著高于其他 DRAM 品类。而辉达已量产的新一代伺服器 Vera Rubin 据称已搭载 LPDDR5 的改良版本，进一步锁定了长期需求。这番伺服器抢晶片的连锁反应正快速传导至消费电子终端。调查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统计显示，在售价800美元以上的高阶智慧型手机中， LPDDR 记忆体与 NAND 快闪和技战整机物料成本的比例已攀升至 34%， 较半年前骤增15个百分点。苹果等品牌的高阶机型首当其冲，已有报道称苹果正考虑上调 iPhone 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与此同时，智慧型手机市场本身已显露疲态。
全球销量在2026年1至3月环比下滑 5%， 降至 2.87 亿部，为连续9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Counterpoint 高级顾问宫下洋子警告，若记忆体晶片价格继续高企，智慧型手机涨价潮或将进一步抑制终端消费，形成成本推动型量价双杀的局面。在此背景之下，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上旬指示官员加快推进日前宣布的大型晶片和人工智慧专案。他警告说，许可证审批、土地征用以及电力和水源供应方面的延误，可能会削弱韩国在先进产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努力。李在明在一次韩国政府会议上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似乎将取决于谁行动更快，谁先抢占先机，速度至关重要。李在明指出，龙仁工业园区从选址确认到破土动工用了6年时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对较快了。他呼吁尽可能缩短环境评估和其他审批流程。李在明表示，通常按顺序处理的程序应该同时进行。李在明呼吁提前保障电力和水源基础设施，并表示电力对于晶片专案来说尤为重要。他表示，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企业仍对基础电力供应表示担忧。他已指示相关官员提前解决这些问题。韩国此前公布了超过57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其中包括晶片和人工智慧产业，旨在巩固其全球领先地位，并促进韩国首尔都市圈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分别投资400兆韩元约和2600亿美元，在韩国西南部建设新的晶片制造基地，另有81兆韩元预计将投资于中清地区的晶片封装产业集群。李在明还表示，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应开始讨论这些专案的具体选址。另外，韩国总统府首席秘书长姜勋植 Kang Hoon-sik 于7月上旬在政府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联合会议上宣布，韩政府将利用半导体产业景气带来的超额税收收入，设立未来应对基金 Future Response Fund， 专项用于培育新经济增长引擎，扶持青年群体，并弥合日益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姜勋植在会议上强调，在决定韩国国运走向的关键关口，绝不可浪费半导体繁荣所贡献的额外财政资源。他进一步说明，该基金将重点支撑3大国家议程，一是开拓新的增长动能，以破解所谓 K 型经济分化困局；二是为20至30岁年龄段青年提供住房保障、创业孵化及就业支持；三是构筑中长期社会安全网。基金总规模最高可达约100兆韩元，约合720亿美元，预计在2027年初前完成全部税收归集。姜勋植将这支基金定位为实现李在明总统使韩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替代节点这一目标的基石，并呼吁政府和执政党密切协作，加速推进立法与行政配套。同日，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也表示，若政府、执政党与民间企业3方形成合力，该计划有望催生新的增长极，并构成串联半导体、人工智慧 AI、资料中心及物理 AI 及 Physical AI 的一条长达30年的国家战略主轴。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韩炳道则在会上承诺，将在立法审议与预算编制层面给予全力支持，确保基金尽早落地运行。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